杂阿含103经。我是这样听说的：有一次，很多资深的比丘住在居舍弥国的瞿尸罗园里。当时有一位名叫差摩的比丘住在居舍弥国的跋陀梨园中，他得了严重的病。有一位名叫陀娑的比丘在照顾他。陀娑比丘来到那些资深比丘那里，向他们行礼后，站在一旁。资深比丘们对陀娑比丘说：“你去差摩比丘那里，问他，资深比丘们问候你，身体是否好些了？安稳吗？痛苦没有加重吧？”陀娑比丘接受资深比丘们的指示，去到差摩比丘那里，对他说：“资深比丘们问候您，您的病情是否好转了？痛苦没有加重吧？”差摩比丘对陀娑比丘说：“我的病没有好转，很不安稳，身体的痛苦反而加重了，无法医治。就像是几个壮士抓住一个虚弱的人，用绳子缠住他的头，两手用力勒紧，造成极大的痛苦。我现在的痛苦比那还要厉害，就像屠夫用锋利的刀子剖开牛的腹部，取出内脏，那牛的腹痛难以忍受。我现在的腹痛比那头牛还要痛苦。又像两个壮士抓住一个弱小的人，把他悬在火上，烧他的双脚。我现在双脚的灼热感比那还要强烈。”陀娑比丘回到资深比丘们那里，把差摩比丘描述的病况都告诉了他们。这时，资深比丘们又派陀娑比丘去差摩比丘那里，告诉他说：“佛陀说过有5受因5蕴，哪5种呢？色受因、受受因、想受因、行受因、识受因。差摩啊，你能否观察到这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吗？”陀娑比丘接受资深比丘们的指示后，去告诉差摩比丘。资深比丘们问你，佛陀说的5受因，你能否观察到它们不是我所有的呢？差摩比丘对陀娑说：“我能够观察到这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。”陀娑比丘回去告诉资深比丘们。差摩比丘说：“我能够观察到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。”资深比丘们又派陀娑比丘去对差摩比丘说：“你能够观察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，那你是像已经断尽烦恼的阿罗汉那样吗？”陀娑比丘接受指示，去到差摩比丘那里，问他：“比丘，能这样观察5受因的人，是像断尽烦恼的阿罗汉那样吗？”差摩比丘对陀娑比丘说：“我虽然观察到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，但我还不是断尽烦恼的阿罗汉。”陀娑比丘回到资深比丘们那里，报告说：“差摩比丘说，我观察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，但我还不是断尽烦恼的阿罗汉。”资深比丘们对陀娑比丘说：“你再去告诉差摩比丘，你说你能观察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，却又说不是断尽烦恼的阿罗汉，这前后矛盾啊。”陀娑比丘接受指示，去告诉差摩比丘：“你说你能观察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，却又说不是断尽烦恼的阿罗汉，这前后矛盾啊。”差摩比丘对陀娑比丘说：“我虽然能观察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，但还不是阿罗汉，是因为我对我慢、我欲、我使这些还没有断除，没有完全了知，没有远离，没有吐气。”陀娑比丘回到资深比丘们那里，报告说：“差摩比丘说，我虽然能观察5受因不是我所有的，但还不是断尽烦恼的阿罗汉，是因为对5受因的我慢、我欲、我使还没有断除，没有了知，没有远离，没有吐气。”资深比丘们又派陀娑比丘去问差摩比丘：“你说有我，那这个我在哪里呢？是色就是我吗？还是我与色不同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吗？还是我与识不同呢？”差摩比丘对陀娑比丘说：“我并不是说色就是我，或者我与色不同，也不是说受、想、行、识就是我，或者我与识不同。但是对于5受因的我慢、我欲、我使，我还没有断除，没有了知，没有远离，没有吐气。”差摩比丘对陀娑比丘说：“何必让你来回奔波呢？你拿根拐杖来，我要扶着拐杖亲自去见那些资深比丘，请把拐杖给我。”差摩比丘就扶着拐杖去见资深比丘们。这时，资深比丘们远远看见差摩比丘扶着拐杖走来，就亲自铺设座位，放好脚凳，亲自去迎接。
为他拿着衣钵，请他就坐，相互问候慰问。慰问完后，他们对差摩比丘说：“你说有我慢，那你在哪里见到我呢？是色就是我吗？我与色不同吗？受、想、行、识是我吗？我与识不同吗？”差摩比丘回答说：“不是色就是我，也不是我与色不同；不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就是我，也不是我与识不同。然而对于五受因的我慢、我欲、我识还没有断除，没有了知，没有远离，没有吐气。譬如优波罗花青莲花，波檀摩花红莲花，居牟头花白莲花，芬陀利花白莲花的香气，这香气是来自根部吗？还是香气与根部不同呢？是来自茎、叶、须、花蕊吗？还是香气与这些部分不同呢？你们怎么说？”资深比丘们回答说：“不是这样的，差摩比丘，这些莲花的根部不是香气本身，香气也不是与根部不同，茎、叶、须、花蕊也不是香气本身，香气也不是与这些部分不同。”差摩比丘又问：“那这香气是什么？”资深比丘们回答说：“是花的香气。”差摩比丘接着说：“我的情况也是这样，不是说色就是我，我也不是离开色而存在；不是受、想、行、识就是我，我也不是离开识而存在。然而，我虽然能看到五受因不是我，不是我所有的，但对我慢、我欲、我识还没有断除，没有了知，没有远离，没有吐气。诸位资深比丘，请听我打个比方，因为智者可以通过比喻来理解。就像乳母的衣服交给洗衣人，用各种灰汤反复清洗污垢，虽然洗掉了脏东西，但还留有余味，必须用各种香料熏染才能完全消除。同样的，多闻圣弟子虽然能够正确观察五受因不是我，不是我所有的，但对五受因的我慢、我欲、我识还没有断除，没有了知，没有远离，没有吐气。然后要进一步思考观察他们的生灭，这是色，这是色的升起，这是色的灭去；这是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是识的升起，这是识的灭去。这样观察五受因的生灭之后，我慢、我欲、我识就全部除去了，这才叫做真实的正确观察。差摩比丘说完这番法时，那些资深比丘们远离了尘垢，获得了清净的法眼，而差摩比丘也断除了所有烦恼，心得到解脱，因为法的喜悦，身体的病痛也都消除了。这时，资深比丘们对差摩比丘说：“我们听了您最初的开示，就已经理解并欢喜了，更何况现在又听到更多。我们之所以一直问，是想要引发您精妙的辩才，不是为了扰乱您。您确实能够广泛宣说如来、应供、正等正觉的法。”那时，资深比丘们听了差摩比丘的开示，欢喜的奉行。